这里面还有鱼啊！别动，小心点儿，食人鱼。什么鬼地方？裘庄啊，可不就是个鬼地方吗？门上的封条谁给撕了？1个小时之前，侯爵大人已经到了。1个小时之前？是的。来，一起举杯。来，金处长，我的队。金处长，韦科长，顾少尉，来，玉姐，吴大队，咱们俩干。干了啊！哎呀，这红酒不错吧？各位可得多喝点啊！大佐，你迟到了。侯爵大人，请。大佐，你迟到了。老师，学生来迟了，请您宽恕。不过我接到的通知确实是8点钟见面。不要错怪其他人，是我让他们把通知你的时间推迟了1个小时。今天是汇总调查戴笠间谍孤舟的一天，人员这么庞杂，我担心会泄密。洪川君啊，你还像10年前一样，太多虑了。如果在座的都是被调查对象，就不会泄密的。坐下吧。哦，看来今晚又要有一场裘庄捉鬼了。可惜呀，比之那晚少了一个人。1个都不少。啊，还有我。老鬼的哥哥，你连戴笠间谍的嫌疑身上都有，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侯爵阁下，龙川大佐，可以开始了吗？啊，请吧。几天以来，我调查了南京国民政府重要官员的所有账目，发现最可疑的就在诸位之间。这么说，孤舟的嫌疑人已经锁定了。顾先生，你的能力和效率高得像神话一样。其实，就算侯爵大人没有委托我调查鸡鸣寺高官的经济往来的差异，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副会长，对滚滚诸公的账目金库，也不能不知之甚详啊。汉朝有邓通，晋朝有石崇，其实我中华民国
像这样的国道巨富，可谓是比比皆是。请诸位想一想，如果戴笠要用金钱来收买这些人，那么会出多高的价钱呢？周部长干小舅子的一台车，就足够整个军统衙门1年不吃不喝了。那又如何呢？军统没有钱，戴老板没有钱。辜副会长刚才说了，国道巨富比比皆是，南京有，重庆也一样。但是戴老板绝对不会掏自己的腰包替他的党国来办公事，那么收买敌方高官的钱呢，就只能从国库里出。这是蒋介石政府迁都以来的财政总账。龙川大佐先生，请你亲自看一下。民国28年，重庆政府的财政收入决算是24亿06千万法币，而支出决算是27亿9600万法币，赤字率是16%。民国29年，收入决算是41亿7600万法币，支出决算是62亿0700万法币，赤字率高达49.63%。如果再加上增发货币导致的币值贬值，那么它的赤字率还要翻上1倍。重庆的财政早已经就是千疮百孔了，寅吃卯粮，军费、行政、农工、水利、交通，还有遭受轰炸、修复重建的钱，哪一项的花销都要比收买汪主席的麾下勇将要紧多了。我相信，就目前重庆的财力，绝不可能供养这么一个孤州，跑到南京来用金钱收买高官。依据顾先生刚才的判断，重庆方面根本供不起孤州。那今天您是否想拿着这些账册，来告诉侯爵大人，孤州根本不存在吗？金钱供养不起，并不证明孤州不存在。要想拉拢南京的高官就范，除了钱，手段有的是。啊，愿闻其详。君子育人，惠而不费。这句话的意思，龙川想必明白。略知一二。不过清朝康雍之世，有个叫任伯安的吏部小吏，专门收集朝中高官的过失把柄，编成了一部《百官行述》，用来勒令百官为康熙的第8子征位造势。这位任老兄，恐怕就是中国官场上最早的职业间谍。辜副会长的意思是说，这个孤州靠的是搜罗别人的隐私和罪证，来拉拢和要挟南京方面的高官，对吗？哼，荒谬！荒谬吗？别忘了，我那前秘书白小年，在整个司令部无人敢惹。哎，这份权力可不是我姓张的给的，那是因为在他手里，谁的黑档案都有。那张司令的意思就是，孤州就是藏在鸡鸣寺里的白秘书。啊，也许他根本就不在鸡鸣寺里头。我想诸位大概都知道，整个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僚系统，就连汪主席的办公电话，也会被24小时的监听着。监控南京国民政府高官的大致分3个系统：贵部的特务机关、情报部，还有特高课。所以，我就调查了南京高官和这3个情报系统主要负责人的经济往来。太过分了！帝国的特务机关怎么会被戴笠的间谍所利用？是谁给你调查大日本帝国情报组织成员的权利的？是我。大家不要忘记，特洛伊之城
就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库副会长，你最好有所发现，不然的话，大日本帝国的特务机关的尊严遭到了玷污，有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当然有不小的发现。我发现，这3个情报机关副职以上的高官，人人都会定期从鸡鸣寺的官僚那里收到大笔汇款，数额惊人。侯爵阁下，请不要追究他们。相比于我们的官员，贵部的谍报军官们已经是十分清廉了。不过，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收过中国人的1分钱，就是您，特务机关的副机关长龙川肥原大佐。作为帝国高贵的军人，侯爵大人的学生，怎么可能跟你们中国人进行这些肮脏的金钱交易呢？所以你要的不是钱，而是他们对你的服从。你这又是什么意思？根据调查结果，龙川大佐就是最有嫌疑的人。疯了吧？这太可笑了！我是最具有孤舟嫌疑的人。老师，这群中国人在联手污蔑我。可是，请顾先生来协助调查孤舟，不正是你的提议吗？大佐，现在明白了吗？这的确是一场球庄捉鬼，只不过上次是您一位判官，金生火、白小年、吴志国、李宁玉，还有我，5位嫌疑人。老鬼！这一次也同样的，也是一位判官，就是您的恩师。我们5个人是人证，而嫌疑人嘛，只有一个，那就是您，龙川肥原阁下。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在球庄，您和我们5个说过的话。记住，这里是球庄，是你们的法庭，你的监狱，你的刑场。不要抱任何幻想能够活着离开这里。好啊，如果你们真的能证实我就是孤舟，那就来吧。老师，最近不知是何原因，我觉得我突然失去了您对我的信任。但我要从今晚开始再次向您证实，我对于帝国，对于天皇，对于老师您，对于鸠巢家族，无限忠诚。还有，我要向你们声明的是，之所以我没有收你们中国人的钱，那只是因为我对待帝国的事业，比那些见钱眼开的小人更忠诚。是吗？那我就请大家听听这个。可是这些校级军官都是强硬的反共派，立下了如此大功，却被你当作炮灰。司令这做的是轻者通，仇者快之事，这是在帮共着的。别忘了，只是捉出了老鬼，老枪可还在呢。你怀疑我是老枪吗？我一直觉得，没有结果的悬案，比那些已经真相大白的案子有趣得多。
权力，就像悬在头顶的大沃克里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落下。侯爵阁下，切掉真凶的头。龙川大佐借口调查老枪，其实就是用通共的嫌疑来要挟我，进而接管整个司令部。大佐先生，这就是你对帝国、对皇军的赤诚忠心吗？如果你确有通共嫌疑，那就不仅仅是要挟了。如果没有，何谈要挟呢？接管整个司令部怎么？难道你要让大日本帝国的军官来听从中国人吗？更何况你这段录音完全是断章取义。再说，张司令突然调动了那些坚决反共的军官，包括王处长在内。王处长，你对此事应该深有体会吧？好。我想张司令派我去前线，应该是给个机会，让我立功受赏吧。倒是龙川大佐，您有些行为我不太明白，就好像由您授意签发的那份密电，抓捕孤舟。请用1号秘密电台马上把这份情报发往以下不同部段。嗨，顾小梦，放下手边一切工作，全力以赴，先破译这份密电。为了调出老鬼，我专门伪造出了一份孤舟要和戴笠的密使见面的假电报，并且发到了密码船上的谍报专家组里。有什么不明白的？皖南事变之后，延安和重庆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如果真是要抓捕中共的间谍老鬼，那又为什么要用戴笠的间谍孤舟做饵呢？我以为共产党应该很希望重庆方面多死几个人才对吧？你这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你怎么可能理解共产党人的心态呢？对，我这样的小人当然不会理解共产党是怎么想的。好，就算共产党大公无私，这份情报一定会传递给友军，那么在他们截获情报之后呢？大佐，您所做的决定，我就真的不太明白了。由大佐您亲自拟定的4份密电，都已经按期发往了目标电台。满洲安保局没有破译成功。王克敏方面的人倒是破译成功了，不过没有上报。梁鸿志的人破译成功了，也上报了，可是没有执行抓捕。只有剿总司令部金生火亲自主持破译，业务科长凌晨6点上报司令办公室，张司令亲自下令，吴志国执行了抓捕。马上调查剿总司令部上传的那5个人和这份杂志之间的关系。4组人马，只有我们剿总司令部的行为是最没有嫌疑的。可是大佐，你偏偏把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我们司令部，当晚就把金吴、顾李白5个人全都抓到了邱庄，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李宁玉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破解2代恩尼格玛机的人。那方德军的绝密情报也正是从这5个人当中泄露的。我当然要把他们抓进邱庄。所谓越是没有嫌疑的地方，更容易藏鬼。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就是我从这5个人当中捉出了老鬼。你没有。李宁玉直到被你逼死都没有承认自己是老鬼，而你给他判罪的证据，就是这封被伪造的遗书。人生就是一场赌局，而他李宁玉就是最危险的赌徒。李宁玉这份遗书原本是交给潘汉卿的，可惜我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然后我照原样伪造了一份。原想是借顾少尉的慧眼一看，可没想到顾少尉竟然帮我看出了李宁玉传递情报的铁证。当然，这也是为了排除你自身的嫌疑。没错，我承认我是被你利用了，我还在为自己抓到老鬼而沾沾自喜。可是王处长有句话提醒了我：如果李宁玉真的设计这样简单的密码，那不就大大增加了潘汉卿的危险？
为了这个哥哥，他敢冒着被徐恩曾追杀的风险，整整做了5年的假夫妻，他怎么会在自己死后，为潘案清挖下这么大一个陷阱？所以，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李宁玉就是老鬼的这封遗书，无论是给老潘，还是给我，都是你龙川肥源在李宁玉死后伪造的，甚至李宁玉都不是自杀。只可惜，大佐认为我这样的庸才看不出复杂的密码，所以就用了最简单的摩斯码。大佐，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这样的。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李宁玉为什么突然要自杀了。那封遗书根本就是你们2个事先串通好的。仔细看这里，摩斯密码，你要干什么？这是给龙川大佐最后的礼物。没有人会相信，我这个破解2代恩尼格玛机的密码天才，会用最简单的摩斯密码来传递最重要的情报。李宁玉就是老鬼。你就是他的同谋。李宁玉之所以在自杀之前写下了这封遗书，就是为了到今天让你为他发案，证明这封遗书是假的，是我在诬陷他。我一定会死在手术当中，而你就找不到我是老鬼的确实证据。真高明啊！李宁玉不愧是个天才，死后杀人。死后杀人，这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看看在座的诸位，谁会相信你如此荒谬的解释啊？老师还要让我再解释吗？啊？大佐，现在就由我给你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吧。我想不通，为什么只有你没有接受到鸡鸣寺的贿赂？王处长想不通，为什么把最没有嫌疑的5个人抓进邱庄？顾小梦想不通，为什么李宁玉的遗书漏洞百出？如果您是孤舟的话，那么这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一切还要从金处长身上说起。他从戴笠身边逃走以后，是军统除奸名单上排在前几位的大汉奸。孤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尽快的杀了他，所以密码船事件发生以后，您就迫不及待的千方百计从情报部门捞到了这个案子。调查密码船案件是松井司令亲手交给我的任务。啊？为什么进入邱庄以后，您的调查方向就跟密码船一案完全无关了呢？今天请大家来邱庄，不是为了审什么钱虎一的命案，也不是来清查森田之死，我只是想弄清一件事：你们当中到底谁是内奸？因为放弃了调查森田刺杀案，您甚至在司令部和三井大佐发生了冲突，并且重伤了他。看似不可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金生火绝不是刺杀森田的凶手，只是继续调查密码船一案的话，你就不能名正言顺地杀了金生火。接着，你就假借清除内奸，向4个情报组织发布了关于孤舟的假密电。这只是一次试探，
这几个被你已经成功要挟的情报组织，即便破译了密电，也不敢前往抓捕。而金吾、百里固他们，这唯一一个毅然抓捕的组织，就被你带到了这里。记住，这里是裘庄，是你们的法庭，你们的监狱，你们的刑场。不要抱任何幻想能够活着离开这里。小蒙，你现在明白龙川大佐那句话的意思了吗？自打李上校破译出来那条密码，金处长报告了张司令，吴大队长带队去抓捕孤舟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们再也不会活着走出裘庄了。你假借清除内奸，杀死了金生火，为戴笠除了奸。你摧毁了那个唯一没有被你拉拢的情报组织，杀害了金生火、李宁玉这2位一流的谍报专家。你又用老枪的罪名要挟张司令，使这司令部成为了你个人的天下，真是一石三鸟啊！孤舟，就凭你的功劳，戴笠应该给你颁发一个特等勋章。听上去还不错，但还不够精彩，因为你忽略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如果说我的使命是杀掉金生火就完成了戴笠交给我的任务的话，那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这5个人抓进裘庄的。为什么我还费劲去假造一份电报啊，来试探还有哪个情报组织没有被孤舟拉拢？顾副会长，这自相矛盾，其结论只有一个：孤舟不是我。我也赞同，龙川大佐并不是戴笠的间谍孤舟。我已经沦落到要让老鬼的亲哥哥来给我作证了，真是荒唐。大佐不必客气，有一条很明显的证据：如果大佐是戴笠派出来的高级间谍，那至少对我和金生火之间的恩怨，多少有一些了解，绝不会在知道我真实身份之后，问李宁玉那样的问题。那你又拿什么来证明他不是事先投奔了中共，然后才从玄奘那里叛逃的？大佐可以去调查，他到底有没有抓过共产党。您刚刚说过，共产党的特征就是把同志看得比自己的妻子、父母还要亲。您认为共产党会接受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吗？不过听王处长转述大佐在裘庄的审讯经过，有些审讯经验的我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大佐对吴志国、金生火、白小年，您对他们的审讯手法都太过仁慈了，这违反了审讯间谍的基本原则。审查间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明明就是动刑，可王处长数次提议都被大佐你一一否决了。哎呦，哪怕松井司令的军令状都卡到脖子上，龙川大佐还是不让我动他们一根指头。这样的捉鬼行动，我这样一个特务处处长可是头一回见。不过龙川大佐有他的道理，对吧？大佐，只要你同意我用刑，我保证过不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让他吐得干干净净。我亲眼见过一个共产党被活埋，那些湿漉漉的土一寸寸地堆到他的胸口，他始终微笑着，一个字都没说。杀戮、酷刑，对他们这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哎，都说你是玄奘手下的得力干将，刚才听了你的一番陈述，我真的是为玄奘感到难过。想想看，这5个人当中只有1个是老鬼，另外的或是功勋卓著，或是破译天才，
我不想焚琴煮鹤，竭泽而渔。就像当初松锦司令要轰炸杭州，我请求他不要炸掉西子湖是一样的。难道你真的希望一上来我就把令妹绑到刑台上，严刑拷打吗？那大佐倒是间谍捕手里少有的活菩萨啊。活菩萨倒算不上，但我始终认为，在审讯手段里面，严刑逼供是最低级的，肉体上的痛苦只对庸人有作用。而李宁玉、金生火他们都是破译的天才，杀人的天才，玩弄人心的天才。当他们这些人一旦确立内心的信念和信仰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比钢铁还坚硬。你真觉得他们会屈服于那些刑罚吗？是吗？裘庄10日，情报部、鸡鸣寺还有松井司令对你步步紧逼。就算天才不屈服于刑法，但又何妨一试？可大佐您这样循循善诱，生怕落下屈打成招的罪名，生怕他们不能顺从您的意志，把老鬼这个罪名心甘情愿地认下来。不对，这不像是一个审讯者应有的行为，倒像是一个真正的凶手在为自己找替身，所以答案只有一个，你才是真正的老鬼。刚才还在指控我是孤舟，现在又变成了老鬼。真的要找替死鬼，还怕屈打成招吗？不会的。李宁玉那封带有黄雀信息的情报就是发给了你，是你破译了其中的密码，向你们的组织揭发了黄雀，对吧？大佐指控我的东西，似乎只有那么一张，还不一定是李宁玉亲手写的遗书，而我指控您的证据，似乎更加有力吧？大佐，还认识这个吗？还记得吗？盘尼西林，我见过，就在您的办公桌里。盘尼西林这种稀缺的战争物资，各大医院的美制药都是有编码登记的。不过，有一个地方是标价出售的。大佐先生，这是你吧？不过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编码登记的。每支枪、每针药什么时候卖的、卖给谁，都是有底账的。江湖风大浪急，他们这也是为了保命。而就在你买了这些药的第3天，黄雀宋之白就死了。这在现场发现了这些药瓶，还有盘尼西林的注射器。这是污蔑，黄雀明明是车祸死亡，侯爵大人亲眼所见。大佐，您这是亲口承认，死在山道上的那具无名尸体就是黄雀了。可是您为什么要向侯爵大人隐瞒这场车祸，还有黄雀之死的真相呢？这个人的身份查明了吗？尸体损毁严重，身上没有显著的别的特征。其实香川军医已经把全部调查的结果告诉了我。
我没有揭露，龙川君。我是一直在等啊，等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他就是老鬼。谋杀黄雀就是为自己的组织除奸。自从老汉二太太暴露之后，你就一心想除掉这个叛徒，但是又怕惹人怀疑，所以你需要一个替死鬼，你需要一个人替你把老鬼的嫌疑给担下来。而李明玉、恩尼格玛姬的破译天才，吴志国手上沾满了你们同志的鲜血，再加上一个军统出身，仅靠谋略和分析就能破译绝密电文的金生华，整个鸡鸣寺最精英的谍报人员都在张司令的机要处里，打掉他们就等于打掉对中共地下党最具威胁性的敌人。所以，你就借着密码传一案的机会，把他们都抓进了球庄。名义上是在捉鬼，其实你是在为自己找一个替死鬼。告诉我，谁是老鬼？我已经失去耐心再跟你们再周旋。谁是老鬼？是他还是他？掩盖自己老鬼的身份，需要完美的演技，而将一个无辜的人变成老鬼，则需要小说家一样的天赋。间谍的剧本里没有破绽，但一定会有痕迹。间谍的创作者也一样，他们是组织最忠实的信徒，他们为间谍编织的故事里面，难免会有信仰的痕迹。你的女儿是妓女，这要比李宁玉的假丈夫还荒唐。我承认，韩汉卿确实不是我真正的丈夫。四处招摇撞骗，竟然还骗出了一个假叔叔。名为审讯，实际上你是在一遍遍核查他们的身份、背景、人际关系，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替代者。这就是为什么你打着密码传疑案的旗号办案，却在进入球庄之后，丝毫不提森田大佐之死。潘先生，你这是在编故事。既然是编，就需要有耐心。你太着急了，所以听上去漏洞百出。是吗？那大佐不妨解释一下，既然李宁玉是真正的老鬼，而他已经死在了球庄，那黄雀的身份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答案只有一个，真正的老鬼并没有死，在李宁玉被定罪之后，谋杀了黄雀，完成了除奸行动。人死了以后同样可以传出情报，李宁玉不就是在遗书当中传递了情报，而你破译了其中的密码，向你们的组织揭发了黄雀。可大佐给我的这份遗书是您自己伪造的，你会在一个假的遗书里面留下黄雀的真实情报吗？还有，那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使李宁玉是真正的老鬼，或者说老鬼就在他们4个人之间，但是在进入球庄之前，黄雀的身份并没有泄露，不然他早就被除掉。可是这5个人进入球庄之后，时时刻刻被大佐和王处长紧密监视，只言片语不能传出，至今就连他们的尸体都还留在球庄。那么请问大佐，老鬼是怎么知道黄雀的真实信息，而且还能成功的把这些信息顺利的传出去？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黄雀的身份情报正是龙川大佐透露给吴志国的。龙川透露，那件是1年前侵入你们系统的。消息是真的。如果连鱼饵都是假的，像李宁玉这样的狡猾的大鱼，他能上当吗？我为了调出老鬼，才向吴志国传递了真实的信息。可大佐，您就算是真的为了引鬼上钩，也不用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吧？老师，当时审讯陷入了焦灼，如果不抛出一些真实的信息，难以逼迫老鬼现出真身去传递情报，所以我权衡之下，此乃无奈之举。那么请问大佐，老鬼是怎么知道黄雀的真实信息，
而且还能成功的把这些信息顺利的传出去呢？我为了调出老鬼，才向吴志国传递了真实的信息。可大佐，您就算是真的为了引鬼上钩，也不用透露真实的身份信息吧？老师，当时审讯陷入了焦灼，如果不抛出一些真实的信息，难以逼迫老鬼现出真身去传递情报，所以我权衡之下，此乃无奈之举。那么，请问大佐，在你抛出了这个真实的信息之后，制造了一个如此完美的诱饵，我想请问他们上钩了吗？那这可就麻烦了。根据间谍身份信息保密惯例，知道这样的机密，可是要被灭口的。所以，就算他们5个人当中谁也不是老鬼，在知道这样的信息之后，也绝不可能活着走出球庄。大佐，您口口声声说不想祝贺坟前，甚至不愿意对他们轻易动刑，可是你这一张嘴就要了他们5个人的命，你不觉得有点矛盾了？是这样的吗？简直荒唐！一知道黄雀的真实信息就不能活着走出球庄，那顾小梦呢？顾小梦能活着出来，是因为大佐需要一个人证，来证明李宁玉的那封遗书里面有真实的情报，而且你还需要一个备用的替死鬼，在你杀害黄雀之后，一旦自己的身份遭到怀疑，就可以顺水推舟推到顾小梦身上，黄雀就死在离开顾家必经的山道上。只怕这不是巧合吧？你的意思是我制造了那起车祸？虽然黄雀在必经之路上，方向盘并不在我手里，是否撞得上谁，只有天知道。更何况侯爵大人本人在车上。你的意思是我宁愿失掉我的生命，也不惜加害我的老师，是这样吗？可是大佐，您如果在谋杀黄雀的同时，还能成功刺杀到大日本帝国的侯爵大人，那我想，就算搭上您的一条命，为了您的组织，也是十分值得的吧？那不然的话，您为什么要向侯爵大人隐瞒车祸的真相？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侯爵大人座驾的刹车根本就是你切断的。怪不得龙川君要向我隐瞒车祸的真相。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老师，不要信他们，他们完全在胡说八道，是要陷害我。您想想看，我既然已经在盘尼西林里交了氰化钾，完全可以致死，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去设计场车祸呢？你终于承认了，这只盘尼西林确实是你给黄雀的，而且你在里面下了剧毒。说，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不是老鬼，你为什么要杀了他？我倒不这么想。要说龙川大佐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有什么道理会做军统或者共党的间谍呢？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天下共党一家人，别忘了日本也有共产党。天下的共党是不是一家，我是真不知道。我只知道，天下人都是爱财如命的，为钱杀人，我信。你这话什么意思？大佐，你这么看着我干嘛？跟要吃了我似的。我是给您平冤昭雪呢。许多人都知道，王田香入行之前开的是窑子，挣的是皮肉钱。可许多人都不知道，我那窑子到底开在哪儿？喏，对面，裘庄西楼。裘老爷子死了之后，裘家大少爷持家无方，欠下了巨债，逼不得已才把裘庄西楼抵给了我。裘大少爷来了。
所以那张败家子的脸，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黄雀就是裘庄大少爷裘令泽。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啊，证据嘛。你给黄雀盘尼西林那晚，我跟踪你到了小酒馆。我可以见我弟弟了。是的。原本是想跟踪到黄雀的住所，不料被你发现。是龙帅飞要杀我呀！还有白秘书临死之前在墙上刻了一段话。这是真的。白秘书还说什么了啊？那字呢？没了。当然没了，被我给抹掉了。要不然我能活到现在？那也就是说毫无证据。大佐，墙上的字可以抹得掉，可骨子里的血脉是换不掉。不知道大佐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国人那句老话呀？外甥虽旧。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拿裘令泽的照片跟令郎进行对比，就能看清楚到底像不像。哎，大佐，大佐，大佐，你放开他！大佐，不许你再提我儿子，不然我一定杀了你，一定。不，等，大佐的夫人竟然是裘家的女儿，啊，这真是越来越有意思。这么说的话，大佐，您和黄雀还是至亲，可为什么还要痛下杀手？难道真的是因为共产党大义灭亲？为了裘庄的宝藏。他和我的大姐都是大太太所生的，而且上海出事之后，我就一直在怀疑，就是他和大姐串通了一个什么外人。你等等，哪儿来的大姐？白秘书猜的一点都不错。裘老庄主在上海意外身亡之后，裘家大少爷和大小姐为了防止失踪的小少爷回来争夺财产，他们确实和一个外人串通好了，把裘庄的宝藏给转移了。而这个人，就是你，龙川大佐，裘家的乘龙快婿。是这样吗？老师，他们完全在胡说。我的妻子是华族的女儿，怎么可能是个中国人呢？华族的女人会嫁给一个妓女的私生子吗？那个被你扯断舌头的三井寿一，将他对龙川大佐身世的调查结果寄给了我。阁下以为利用自己在特务机关间谍创作者的便利，伪造一份体面的档案，就可以像森田大佐和我一样，成为真正高贵的帝国军人了？做梦！万万没有想到，您的亲生父亲竟然是贵国赫赫有名的歌舞伎大师。不过，您母亲的出身可就惨了，竟然是日本花街的名妓。假的，假的！老师，你千万别信他们，这些中国人在胡说八道。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虽然龙川大佐利用在特务机关做间谍创作者的机会，为自己编造了一套完美的履历，但是花街柳巷的野史是编造不出来的。你们知道吗？直到现在，东京游廊的妓女们都会将自己的私生子通通溺死，因为他们永远也忘不了当年的花魁就是被自己辛苦养大的亲生儿子偷走了他全部赎身的金钱，而上吊自杀了。
您一定当年就是拿着自己亲生母亲的卖肉钱，跑到了中国，然后改了个名字龙川肥原，对吧？怪不得了，这样的出身，这样的狠心，难怪能下手杀死自己的法妻。方子，我来看你来了，我带你回家了，回杭州了。尊夫人是中国人？当然是日本人，我怎么会娶一个中国人做妻子？她是日本人，她是……大嫂，我胡说。为了儿子而牺牲，有什么好怨的呢？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既然是日本华族的出身，又是高官发妻，怎么会如此草率就埋葬在异国他乡的湖边呢？于是我就彻查了这个杭州城整整10年的刑案，终于被我发现了。就在4年前，也就是裘家大少爷失踪之前，西湖边上确实发生了一起惨案，一对日本富商夫妇遇劫。你爱郑南吗？郑南是我们儿子，能不爱吗？那就记住他，永远的记住他吧。妻子死亡，丈夫重伤，而这位死里逃生的丈夫却不再追究，所以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郑南太可怜了，让我们来抚养他。这是方子死了以后，我的妻子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和的原话。哎，像她这样真正的华族女性，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丈夫会谋杀妻子，学生会背叛老师，而父亲可以用母亲的尸体为儿子铺路，直到裘庄捉鬼，甚至直到现在，你还在欺骗我。为什么？为什么？温大佐，4年前那起命案里也是你一手布下的局，对吧？属下唯一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你说钱都到手了，裘家大小姐又是那么一个标致的美人，还给你生了儿子，你怎么下得了手的？他不但要瞒住侯爵大人，他还要瞒住另外一个人，松井司令。我还听说，松井司令和黑龙会渊源匪浅。金处长曾经倒是说过，这裘庄宝藏的来源。我详细查证过，这位裘老庄主应该就是同盟会成立之初的元老之一，专门负责与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要和财阀斡旋，筹措起义所需款项。可是，在黄冈起义之前，因为他们内部发生了剧烈的矛盾，这位裘庄主竟然携带这笔巨款，他潜逃了。黑龙会一直在查找这笔宝藏，这就对了。大佐，我听金处长说，黑龙会的成员都在他们的身上刺上了徽章。烦了您解开衣服，让大家都看一看，您是否也是其中一员？看来不用查了。松井司令和龙川大佐都是黑龙会的成员，也都有查找这笔宝藏的使命，所以您接触裘家千金也是有这个目的吧？当年你以新婚女婿的身份第一次拜见裘老庄主，可当天晚上，裘老庄主就发现了你的身份。你加入黑龙会了？你的妻子为了救你，挟持了他的亲弟弟，爸爸，才把你从枪口下救了回来。可是她怎么也想不到，她自己救的丈夫，有一天会亲手杀了她。
裘老庄主知道把你放走之后，裘庄宝藏的秘密就再也隐藏不住，他就把所有少年杀手都杀了，只有一个逃了出来，那就是吴志国。就在他逃出来的那一夜，遇到了李宁宇。你一直以为是你和金生火在上海兰心大剧院的那场对决，把他扯入了裘庄里面。其实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和裘庄纠缠在一起了。没过多久，这裘老庄主就死在了上海，而你和他的女儿以奔丧的理由又回到了裘家，秘密的把裘庄的宝藏移了出去。当然了，这件事情大少爷肯定不知道，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欠下王处长巨债，还把西楼让出去，甚至他都说不出裘庄宝藏的下落。可是这秘密总有掩盖不住的那天。日军进入杭州，松井司令就会亲自调查裘庄的事情。那个时候，如果他发现你早就私吞了宝藏，你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你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能把这些秘密掩盖：杀了你的妻子。方子是重病而死的，他是因为深爱我而死。哎呀，大佐呀，大佐，事到如今了，赖掉一条人命和你把他认下来，这有什么区别吗？我相信他是因为爱你而死。本来你以为杀了你妻子之后，这个秘密就会被永远埋藏下去，可谁能想到，密码船上吴志国的一封密电，又将裘庄的秘密掀开了。裘庄，黑恩君，森田死了。森田不是死于自杀，他是第4个死于裘庄的人。所以，侯爵大人就下令让你调查此事，并且就在裘庄执行。果然，就在当晚，你发现吴志国、金生火、白小年还有李宁玉4个人，都和裘庄有关系。这裘庄主之死和我金某还真有点关系。钱司令把我调来司令部，就是破译密码，只不过他要让我破译的是裘庄里的死人密码。钱虎一似乎相信那个传闻中的裘庄宝藏真的存在，埋藏的线索就在已经故去的裘庄主的密码里。钱司令之所以3番5次的要把我扔到前线去当炮灰，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份假材料，就是钱司令的亲信爱将刘中队。钱虎一要我杀一个人，谁？就是那个刘克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钱司令会对察觉到刘中队身份疑点的白秘书那么恼怒。想守住裘庄的秘密，这些人都得死。我为什么活下来，是因为我跟裘庄没关系。至于这黄雀，就是裘家大少爷，所以必死无疑。因此，从一开始，裘庄捉鬼就是你的骗局。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老鬼真实存在的证据。你就是为了杀掉黄雀，所以必须要在我们5个人之中捏造一个共产党的鬼出来。好了，大佐，该揭开你最后的谜底了。裘庄的宝藏，你藏到哪儿了？没有什么宝藏，也没有什么身世。
人生如赌局，生死未定输赢，世事似赌债，早晚终要偿还。如果不是因为求庄宝藏，那你为什么要杀了皇军？因为你才是人生的老大。不是这种人，也不是为了宝藏，那一定得给你生生正正，不要抵赖了。戴老板放出来的狗，我总还能嗅出味道。三选一，大家先从第选一个，是老鬼，是公主，还是盗藏了整个宝藏的囚装？用老鬼做蒲州，就意思承认盗藏宝藏。你儿子就像真是困在囚庄宝藏还是人？从我收你为学生那天起，我就曾告诫过你，只要你不背叛帝国，不背叛我，无论你犯什么错误，我都能原谅你，拯救你。现在我就是要你坦白，他们对你的3项指控，哪一项才是真的？都是你龙川肥原在李宁玉死后伪造的，甚至李宁玉都不是自杀。因为你才是真正的老鬼，真是一石三鸟啊！顾州，为了求庄的宝藏，既然知道了，就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我想阁下不会这么自行其事，如此愚蠢吧？用暴力占有的歌姬，才是最娇柔的。抢掠来的财富才是最珍贵的，美的至极也不在于保全和享受，而是毁坏的。军部的高层和情报部可是传出了一些风声。今天拿下我这小小司令部的情报处，明天大概就该轮到李主任的76号的特务科了。到了后天呢，查汪主席的秘书处。也是说不定的。这听上去可绝不像从情报部门的高层传出来的，这更像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一个精通了官僚心态和官场规则的行家大手造出来的。军部高层、松井司令、情报部，还有你们鸡鸣寺一尊又一尊的大神都被他请来压我。如此神通广大的人物，如果他都是共产党，那这简直可以称得上远东第1大间谍案了吧？老师，您在看什么？我是在想象啊，如果皇军占领杭州那一夜，松井石跟这个王夫没有听信于你，而在这里烧起像太阳一样耀眼的野火，那一定是千年西子湖最美的一瞬了。对不起您，老师，我背叛了帝国，背叛了天皇，背叛了老师您。我没有任何资格祈求您的宽恕和原谅。可是，郑南这孩子，
他母亲死了以后，就一直跟着师母在一起生活。他像敬重父亲那样敬重你。我祈求您能继续庇护他，别让他像我这样没有父亲。这一切早就该结束了。执着啊。
说彩叶渐行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时唇边的微笑。我只想化成一只蝴蝶，飞出这片地狱般的牢笼。我现在才明白，原来这张照片，他是要留给您的。她就像我的另一个女儿。所以，您的信仰让您必须在2个女儿当中牺牲一个，是吗？第一便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的组织是不会让一个父亲去伤害自己的女儿的。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条来自东京的消息，一个叫龙川正男的男孩在华族的学习院溺水身亡。龙川肥原在鸠朝铁夫面前认罪自杀，为的就是保全他的儿子。看来他还是不了解他的老师啊。不是不了解，是心存幻想。他太爱自己的儿子了，为了他去杀人，去背叛，结果呢？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那个孩子。保护自己的孩子是天性，没有哪个父亲会狠心地任由自己的孩子陷入危险。这一点不分信仰、国籍，甚至无论善恶，天下的父亲都是一样的。金生火为了救他的女儿，背叛国家，投靠汪伪，他给自己的女儿留下那么多的财富，还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结果呢？裘老庄主临死前放弃了逃生，救了他幼子白小年。但是他绝没有想到，他所背叛的理想，他窃取的巨财，还是在10年后要了他孩子的命。不是1个，而是3个。还有，就是龙川飞原。小梦，父亲的终极使命，就是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作为父亲，我也一样。但是我保护你的方式，不能是金生火，不能是裘庄主，更不能是龙川飞原。从小，你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孩子，所以我要做一个信仰光明的父亲。为了全中国，像你和李宁玉那样的孩子，去争取一个没有黑暗的新世界，哪怕我将化为灰烬。爸爸，共产党真的能带给这个国家永恒的光明吗？我相信，我将永生不续。如果我能有个女儿，如果我的女儿能活下去，我一定会为她结束这个黑铁时代，亲手为她带来黄金时代。她一定会长成
像你一样美好的姑娘。你和他都说那里充满光明，这一次，请不要丢下我。 进。顾处长，忙着呢。王处长，你来干嘛？什么我来干嘛？顾处长，你可太沉得住气了。我等不及了，咱的事怎么样了？我和你能有什么事儿？裘庄宝藏啊！我已经有确凿的消息了，抓紧啊！ 那件事，先放一放。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找你。什么事儿？进来。顾小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遵照特务机关长三井少将之命，由我负责调查潜伏在我们司令部中的军统间谍孤舟。上面接到风声，说孤舟就在你们5个当中。